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你都磨磨唧唧的，我还要你干什么呀 Just you know why. Just you know why. 干什么事儿你都跟我来，什么活儿都得我先干，要你有什么用？ Just you know why. Just you know why. 你工资就这么点儿，我挣的多，你拿什么娶我？ Just you know why. Just you know why. Why you and I. Why you and I.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齐22岁，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新21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兼职模特。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哈，做什么销售的？我是做酒水销售。姑娘看不上这男孩？不是，是因为他做的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无法理喻。哦，他是酒水销售，然后他家里还给他零花钱。那时候吧，他给我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并且就是挺宠着我的。但直到有一天，他家里不给他零花钱了，然后也不让他做，就是他是在酒吧酒水销售，也不让他在那个环境了，想让他换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想锻炼一下他。但他并没有跟我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就是抢着结账，然后花钱大手大脚的。直到有一天瞒不住了，他告诉我，他欠了很多钱，他刷的是信用卡，让我帮他还钱。我气的不是这个钱的事儿，我气的是你既然没有钱了，你为什么还要充大头再给我花钱？钱你替他还了吗？我替他还了。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几个月前。你看这姑娘是真爱，还了钱还在一起哈。那你现在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也警告过他，以后不许再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烂毛病，我说过很多次，他都没有改。他有什么缺点？那次我接了一个车展，我特别重视那个车展，但是那段时间我特别忙，于是我把那个车展礼服交给你去运，我给了你3天时间，你一件礼服都运不出来。宝宝，你先别着急，你先听我解释嘛。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第一天嘛，我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他们家喝酒，我本来是一本正经想着可以运衣服来着。你一本正经你运出来了吗？最后你运出来衣服了吗？宝宝，你先别着急，你先听我说嘛。他当时电话激我，他说一个大老爷们家在家运什么衣服啊？那第一天你没运出来，第二天你干嘛去了？第二天正好昨天晚上我不是喝酒喝多了吗？第二天一觉起来已经中午头了，我父母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父母家吃饭，然后我就抓紧洗个澡，收拾衣服，我就去父母家吃饭了。吃完饭的路上回家，正好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打游戏，我心想一件衣服也就10几分钟运完了，我本想打完游戏再运衣服吧，结果打完游戏把这茬给忘了。你忘了，你还好意思说？第3天我去你家领衣服的时候，你才开始找熨斗。但到最后衣服不是也运出来了吗？运出来了，怎么运的？送到干洗店运的。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不早送干洗店了，我用你干什么？我也知道我这个拖延症确实挺拿人的，我以后改还不行吗？哥，我这件事儿早给你摆平了，给我运一下，没问题。曲总，晚上喝酒啊，接我一下，我给老婆把衣服送出去运了，不就完了吗？人多老实，是你运的吧？手运的吧？不，到最后是干洗店运的。那你干嘛不早送呢？因为当时他也是事赶事儿嘛，给忘了吧这事儿。好，就是说这个就给你惯了刚才你说的拖延症是吧？对。你拖延症不止这一点，咱不说衣服的事儿，我让你订张票，你2天时间你一张票都订不出来，要不是我手机没内存，我早就自己订了。宝宝，你先别着急，其实这件事情我很放在心上嘛。当时我看了一下软件，正好还有100多张票，我也没有太着急。正好来了一个老客户，让我陪他喝酒。当时喝完酒已经凌晨3点多了，正好喝的也是不行了。第二天一觉起来，结果还一看还剩下3、4张票，到最后票也订出来了吗？不是啊。你还好意思说？订上之后车赶上了吗？我从火车站等你这么久，你又是堵车又是怎么着？你就不能早出一会儿门啊？最后车也没赶上。这件事是我错了，咱旅游没去成，这个也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是带你去逛街了吗？车都走了，我还能怎么办啊？但我当时没事，并不代表我可以一直忍受你这样。你总是给自己找理由，还嬉皮笑脸的。他不是嬉皮笑脸，他天生就是一张笑脸，是吧？对。还有什么呀？我觉得这没什么呀，姑娘，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而且我自身有洁癖，然后我去他家里，他那个洗碗池子里堆了满满的碗，那个味道我现在还记得，差点没把我给熏晕过去。啊，那你帮他洗了就得了呗。不，我不能帮他洗，我觉得他这样改不了。我上次去你家，你那个碗摞成那样，你就不能吃完一次刷一次吗？碗一个刷也是刷，一池子碗刷也是刷，这样一池子全刷了，又省力气又省水了，不挺好的吗？而且你这个人特别懒，你说你自己不做饭，你下方便面，你开始用碗泡，后来碗用完了你还不刷，你用盘泡。但我到最后不也想办法了吗？后来你们家那盆什么样的？你给我介绍一下。就是一个洗菜那种小铁盆，泡方便面。对，这个用完之后用什么泡？这个用完之后，我后来也学聪明了，干脆买那个桶装的了。吃完了直接扔了，这不挺方便的吗？哎，有意思啊！我都觉得我自己挺聪明的啊。吃方便面不好，你少吃点垃圾食品。对啊，你不让我吃方便面之后，我不改成下楼就是买快餐了吗？我每次买快餐的时候，我都会顺快餐店的筷子。干嘛呀？然后回家吃饭用啊，这样直接筷子也不用洗了是吧？对啊，筷子都不用洗了，多省事。懒得够可以的了，这你看不上是吧？不说碗的事儿，还有你这个懒，咱们说衣服的事儿。每次去你家的时候，你那个衣服摞这么高，都是常年推满的状态，你衣服就不能洗出来啊？当时洗衣机里就2-3件衣服，这样洗衣服又浪费水又浪费电的，你说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不也想办法了吗？衣服我不也洗了吗？你那想的叫办法吗？当时我以为你洗了，我还表扬你，但我越发越觉得不对劲儿。大家猜我从他所谓的洗过的衣服里面翻出了什么？我翻出了烟和打火机，从裤口袋里还翻出了钱。你家洗衣机真厉害，还可以洗烟、洗打火机、洗钱呢。我当时是为了哄你开心嘛，我看你当时也挺开心的。哥们儿，你是不是就是伪装了一下是吧？把衣服挂起来。衣服洗好了，实际是没洗的是吧？对，真聪明你，我喜欢你。我也觉得我很聪明，我太喜欢你了。你这什么聪明？脏衣服挂上去就会变干净吗？你明明知道我有洁癖。哎，姑娘，我就真的问你一下啊，我们男人啊，确实有的时候有些懒。可是我们男人找一对象，不就是治理我们的吗？是吧？对。比如说我们干点重体力活，对吧？是我们适合干大活。对。那个洗个衣服、洗个碗什么的，你帮我们洗洗不行吗？对，主持人，您刚才说到那个重体力活，我倒想起来一件事情。那次我接了一个外地的车站，我一个人拎着2个行李、3个包。你说为了迎接我回来，让我去你家吃饭，你亲手做给我吃啊？行啊，我刚进小区我就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下来接我。可你呢，磨叽了多久？我在楼底下冻了多久啊？对啊，之前我不是听你话吗？我把衣服都洗了，因为它是大冬天，你总不能让我穿着睡衣下楼去帮你拿行李吧？行，我不可能从楼底下等你这么久。然后我呢，就自己往上爬。你家住的不是高层，没有电梯，但却还住6楼。我就往上爬吧，我爬半层，我歇一会儿；我爬半层，歇一会儿，可算爬到你家门口了。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倒好，你还以为我还从楼底下等着呢。你说，你找到衣服了，马上下去，马上下去。然后自己把电话挂了。可我从门外听到了什么？我听到是你打游戏的声音。对啊，我当时1心2用，边打着游戏边想衣服放哪儿了。就我每次给他指出这些缺点，然后他不仅没有改，还扯那些歪门邪道的。这些我觉得叫小节，你最受不了他的是什么？我最受不了他的是他不上进。你看，关键在这儿，这小问题都能改，所以不上进指的是什么呀？父母不给他零花钱之后，想让他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那他并没有改变，他天天在家特别懒惰。我经常催他去找工作，但他就天天打游戏。不上进，对吧？对，不上进。你父母知道这小子的存在吗？知道。他们喜欢他吗？一开始挺喜欢的，后来我发现了这些缺点，而且我屡次给他说，他屡次没有改，然后我父母对他也有了其他的看法。那就是你天天在你父母那儿说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是吧？没有，是后来我给我父母介绍过他，我父母肯定是关心我，所以就是想去他工作的单位看一下，但我没有给我父母说是在酒吧售酒，我父母就一直说想去看一下，想看看工作环境怎么样。后来我实在瞒不住了，我就说他是一个推销酒水的，然后我和我爸关系特别好，然后我爸跟我沟通了很多，而且并不太喜欢就是你在酒吧卖酒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为什么不行呢？
挺好的这工作，你为什么看不上这工作呢？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儿相处，我是那个兼职模特，然后我的工作时间和他的工作时间是正好岔开的，而且前面的事儿您也听说了，就很多事情是因为他去喝酒，然后白天在睡觉，很多事情都没法帮我完成。哎，你的正职是什么呀？我正职是上学。今年刚毕业，现在就有时候帮家里打理打理，就是我家是开饭店的，然后有时候帮家里打理打理工作。哎，你们家缺伙计吗？大堂经理一表人才，你看，对吧？缺吗？不缺。那你今天来是要听了他？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他，他有一些烂毛病，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但是我觉得有些毛病我可以改啊，我可以为你去改变一些所谓的小毛病吧。那就像找工作那个事儿，我给了你多长时间？我给了你3个月的时间，3个月你都干什么了？对啊，3个月我一直在找工作啊。你那叫找工作？你玩一天电脑，抽1个小时出去溜达溜达，你找的什么工作？你找的哪门子工作？我不是为了想找一个好工作，给你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更好的生活吗？是啊，你想得好，想工作离你家近一点，然后想着五险一金，想着月工资过多少。可是那些好工作哪轮得着你啊？哎，注意尊重人啊！凭什么就轮不到人家兄弟了？我想给他表达的意思是，希望他从基层做起也可以，因为至少那3个月他都在闲着，这浪费的时间。你去他们家饭店从基层做起，行吗？我拒绝。你看，你还不要人家？大小姐啊，攀不起，咱走。你性格那么好，为什么呀？因为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哎呦，他离不开你，你为什么说他离不开你啊？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下一句话就不问了。而你也爱着他是吧？对啊，那你觉得今天你们来这儿干嘛来了？解决我们之间的情感问题。他一直嫌我的小毛病太多。你呢？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个子太高了啊。但是他个子高吧，他有些事情还非得让我去帮他完成，他自己完成不了。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天塌了应该个子高的顶着，结果他老让你顶是吧？对。哎呀，明白了，好。其实最大的问题恰恰可能就出在这儿了。各位老师，你们帮帮他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你一个问题，跟别人发过脾气吗？说实话，因为我属于那种好脾气，我很少发脾气，真的。很少发脾气。他的性格你会发现，我们当有情绪的时候啊，要不然呢把这情绪发泄给别人，指责别人，要不然呢就压抑下来了。他既不是往外走，也不是往内走，他是横着走的。他有点那个属于打岔型的特点，就是你说了事儿以后呢，我要跟你文不对题，我转移你的注意力，靠这个认错呀，包括微笑啊，然后转移话题。把事就转没了，这样的方式呢，恰恰我觉得挺匹配你的。你刚刚说了你有洁癖，其实不是一般人你能容下的，其实你要求挺高的。虽然你对他来讲哭笑不得呀，但是他给你带来很多欢笑，所以基本上你着急也着急不起来。怎么治他？你必须在大事上来讲给他压力。比如说现在家里不给收入了，你也不要去支援，他肯定得工作，他饿死了呀，是不是？所以给他一些这种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可能才能把事儿做好。但是一些细节呀、小事儿，你还真得做好准备，不是为他开脱。他以后就这性格，一般来讲还真很难1是1的2是2的跟你认真做好。你俩挺匹配的，好好珍惜吧。小七，你一上场我就看你这小衣服了，特别立正哈，谁给熨的呀？这是昨天刚买的。刚买的，我猜就是。平时的衣服都是谁给熨的呀？之前我是跟我父母住嘛，或者就是后来是我父母来我们家，来给我熨衣服。因为我这人确实很懒，我父母嘛对我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节点，你生活能力太差了。我接触过一对这个小夫妻啊，刚刚结婚离婚了，原因是什么呢？就说有一天晚上，这女孩说我渴了，我想喝水，因为2个人都躺下睡觉了。这男孩就跟他说那我也渴了，你给我也倒吧。结果2个人因为倒杯水吵起来了，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挺像的，你知道吗？都是希望对方能够对我好点，多为我做点事儿。21、22岁都没长大呢，都希望能够有个爸爸或者是妈妈来照顾自己。如果你们要是永远抱着这种找个爸找个妈的心理，你们俩真的很难过得好。熨个衣服10分钟，你有空喝酒去，没有空拿10分钟熨衣服。姑娘，你说你特别忙，忙得不得了，10分钟的空也没有。你明明知道他不靠谱，他懒，可是你还是要交给他。原因是什么？你自己也懒。所以我觉得就是俩懒人凑一块儿了，就比谁更懒。谁要是实在看到脏的忍不下去了，谁就输了呗。其实不就是刷个盘子、洗个碗、洗个衣服吗？有多大的难事儿啊？建议你们两个人都改改自己的少爷和小姐脾气，这活儿该干还是干点儿吧，因为你们才21、22岁，将来的路说不准呢。我不太同意于老师的话，觉得他们俩还真不合适。为什么呢？都是希望别人来照顾自己，都是生活能力差，都特别懒，在一起怎么能够愉快呢？但是这事儿有没有解决方案？有，就是爱。我真正的爱你，我就愿意为你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俩现在只能说是过家家，你们俩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一起，没有面临着生活当中的这些琐事儿。一旦面临了，你们现在是处理不了的。一旦面临了，你们俩的感情是否能经得起生活的考验，未知。先慢慢试着相处，类似于生活当中的相处，看能不能合适，能不能有人因为爱对方多一些，为对方做出改变，变成一个相对来说生活能力强的人，好吗？你们俩别着急，分不分手，能不能在一起，先慢慢处着，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你说你很爱他，你说你宁愿看着他用一菜盆子泡面，你也不心疼，你也不帮他洗一洗，非要犟着他回来洗。哎，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看着他那个样子帮他洗一下呢？因为我想让他改。你想让他改，就宁愿看着他用一菜盆子就泡面。我不觉得这是一种爱，简简单单一种心疼会有吧。你不洗衣服不是说省水省洗衣粉吧？其实你就是懒得连扔一下到洗衣机里面再晒一下的功夫你都不愿意，是吧？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会这么懒呢？因为我从小到大，因为我是独生子女嘛，所以我不是独生子女吗？现在有多少独生子女？我们见过家里条件很好的，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因为我爸妈比较溺爱我。再溺爱你又怎么样呢？你毕竟现在你在过自己的生活嘛，你就扔着里面在，哪怕是你晒，你没有晒撑，晒得皱皱巴巴的，你好歹是在做嘛。那既然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你怎么有本事谈恋爱呢？而且在说这个过程当中，虽然男生一直冒着那种天真的微笑，是笑得挺让人可爱，但是其实仔细想想，这个笑容背后怎么是一颗那么懒惰的心灵呢？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们是不具备在一起生活的基础的。你们大凡是其中有一个稍微勤快那么一点儿，这日子不会过成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你还能够吃着青春饭，家里两边生活条件还好，如果要是不行呢，你们俩一定不能这么笑嘻嘻的在这儿，你们俩一定会吵起来。到那个时候就不光是生活琐事的问题，而是生活压力的问题。在那个时候你们能不能同甘共苦呢？能不能都挽起袖子去晒衣服去洗碗呢？我看未必，经不起生活考验。当然你们还年轻，我只是觉得你们的行为有点过分了。听听啊，该改的就改，好吗？但是有一点你们注意了，真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别看着这些小事，但是它跟品格有关系。对，两位都是一样的，想清楚吧。好了，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宝宝，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自己身上有很多小毛病，我一定会为你改掉，因为我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去改变自己，变成他想要的样子。我会用最快的速度为你改变，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要是我以后再这么懒惰，再这么拖延，你说什么我都答应，我绝对不后悔。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你的烂毛病、你的缺点，我都已经给你指出来了，我也希望你能改掉。我一定会能改掉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但是，求求你了。哎呀，这姑娘说完，我手里直冒冷汗，有点像那个意思。我要离开你之前，出于我们曾经的爱，我再给你指一遍毛病。但是我要走了，兄弟，不管怎么样，你会出来是吧？会。好，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来，请关门。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看好这一对吗？看好选赞成，不看好请选择反对。来，请选择。哟，现场85%的观众是看好的，15%的观众是不看好的。听听观众的意见吧。看好吗？看好，因为我觉得他们俩挺好。你谈恋爱了吗？谈了。来了吗？来了。你好，姑娘，看好吗？你好。我也挺支持他们的。好，你们俩谁是在那个你们俩的关系当中比较懒的那一个，还是你们俩都挺勤快的？我们俩都挺勤快的。如果有什么的话，然后大家都尽量分担吧。看好他们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挺年轻的嘛。如果他是真心想改的话，我觉得他能改过来。然后女方同时呢，自己也分担一些，自己也做一些努力。好，改变是互相的，是吧？是的。我给你提一个命题哈，你觉得你男朋友现在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我觉得他挺完美的。哦，太好了啊，鼓励一下。爱人之间要学会欣赏，谢谢你们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请开门。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但只想用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什么时候洗碗这么主动就好了？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好了，谢谢你们俩，慢点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宝宝，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改正，我保证以后衣服碗我都刷，我都洗，以后任劳任怨，我愿意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跪下我爱你。我刚才在门后面想了很多，我觉得老师们说的挺对的。其实我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我愿意我自己先改变，再让你改变。谢谢你，宝宝。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请亮灯啊！就谈恋爱这求婚求的这么小学生的也是第一对啊。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好吗？来，开始。停。这怎么算呢？有观众说是1等加5等是吧？4000，你们自己挑一个。我觉得我都要，我也都要。你们俩真是一对儿啊！你们下去之后跟编导去沟通这件事情。恭喜你们，请回，请回，请回，祝快乐啊！第一回，一定是4000块。